在航发领域，我国近期又一次取得了突破，成功研发了全国首台重型燃气轮机，其功率之大，一台就能驱动一艘航母。来看详细情况如何。Hello， 各位老铁，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本期迷彩虎，我是虎妞。在高端武器装备上，我国现在已经处于世界第一梯队，甚至是领先全世界。但在发动机这块，我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。作为动力支援的发动机，一直以来都是西方国家最重要的核心技术，因此长期以来都对我国进行技术封锁，让我国国产发动机的自研道路充满了曲折。直到这些年来，在我国综合国力的飞速提升下，发动机技术才取得了较大的突破，各种高端发动机如同雨后春笋般的冒出来。前段时间 C919 的正式投入商业运营，也代表 CG1000A 常见发动机进展顺利，不出意外，明年就能拿到型号合格证，从而彻底摆脱美国卡脖子的威胁。而现在我国航发再次取得突破，全国首台重型燃气轮机研发成功。这台由我国自主研发的太行110重型燃气轮机已经通过了产品验证鉴定，并且累计运行已经突破14000当量小时，单台运行时数超过7000当量小时，填补了我国在这一发动机领域的空缺。重型燃气轮机作为当前世界上效率最高的热功转换类发电设备，具备启动快、综合热效率高、维护简单等特点，可用天然气、燃油等多种燃料发电，是发电和驱动领域的核心设备。但由于其设计和制造的难度极高，代表了一个国家的工业水平，所以也有着装备制造业皇冠上的明珠之称。拥有重型燃气轮机的国家无一不是世界强国，身为一个大国的我们却没有这么一款大国重器，自然是不行的。由于燃气轮机和航空发动机工作原理和核心部件相似，所以我国在进行航空发动机研制的同时，也在进行重型燃气轮机的研制。靠着早前亮相过的国产发动机提供的技术和经验支持，这台重型燃气轮机的诞生也算是不负众望。太行110作为110兆瓦级的重型燃气轮机，如果说用在一些小型航母身上，仅需安装这么一台，就能够为航母提供足够的动力。像俄罗斯的库兹涅佐夫号航母功率达到了147兆瓦，但是却是通过8台 QVG4 型增压锅炉实现的，并且这艘航母还是一艘6万吨级别的航母。如果换成印度的维克兰特号的话，维克兰特号4台发动机的总功率为10800马力，换算成兆瓦的话，也就是 79.48 兆瓦。一台太行110都能驱动一艘半印度的维克兰特号航母了。当然，这也只是单纯这么算。如果说这款发动机真要上舰的话，考虑到舰上的各种复杂情况，实际功率肯定是要有一定的折扣的，并且单主机的设计也不符合航母的动力安全要求。不过即便是如此，这款燃气轮机也能应用到一些大型军舰上去。太行110从研发到通过整机验证，可以说是经历了20年的时间。在03年的时候，黎明公司就确定了重型燃气轮机的技术方案，并将其命名为 R0110， 耗费了数年时间。在08年的时候，这台燃气轮机先后进入启动试运行阶段，并且取得了一系列的突破。在取得这些突破后，黎明公司又针对这款燃气轮机进行了针对性的改进，并经过多年的测试才通过技术验证，也就是现在的太行110。虽说这款重型燃气轮机并不适合搭载到大型航母上，但是凭借着体积小、功率足、结构简单、辅助系统少的优点，可以搭载在其他军舰上。至于综合油耗高这一点，则可以被全电推进系统解决。燃气轮机作为军舰满负载的情况下，效率是最高的动力系统，但在低负荷运行下的热效率极低，导致了综合油耗极高，这才让大部分国家采用蒸汽轮机。而采用了全电推进系统的军舰，正好能将军舰低速运行时的效率大幅提升，解决燃气轮机的这一缺点。
当然，全电推进系统这同样也是一项高科技，有这技术的国家全球都没几个，不过我国恰好就在其中。所以说可以预见的是，在未来我国的军舰体型会越来越大，并且性能还会越来越先进。解决了发动机问题的中国制造，在军舰上恐怕是能玩出花来，在国际出口市场上占据的份额也会更多。而现在工业皇冠上的明珠越来越少，也证明了我国在国际几十年间的研究和投入并没有错。在未来，我国将会成为这些明珠的创造者，而不是制造者。